有缘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住的房子可能藏着影响财运的秘密？很多人觉得居住环境与财运没啥关系，可是古往今来，从民间到风水学，都有种说法，那就是居住环境与财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干净整洁、阳光充足的房子，似乎总能给主人带来更多的好运和财富，而那些阴暗杂乱的地方，却好像总是与贫穷相伴。这其中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，还是说仅仅是一种心理作用？财不入脏门，这句民间谚语流传已久，意在说明脏乱的环境难以吸引财富。脏乱的环境不仅仅是物品随意堆放、灰尘遍布，它还折射出居住者内心的混乱。当家里乱七八糟，人的心情也会变得烦躁不安，自我价值感和秩序感逐渐缺失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人的思维难以清晰，行动缺乏效率，自然难以把握住赚钱的机会。而且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脏乱的环境会让人产生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，仿佛自己就生活在低谷，无法摆脱困境。所以保持环境整洁，其实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为吸引财富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。黄帝宅经、中人宅相福的理念，穿越千年，依然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。它告诉我们，人与住宅是相互依存、相互影响的。住宅不仅是居住场所，更是心灵的港湾。一个好的住宅环境能够给人带来积极的影响，让人充满活力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在现代社会，合理布局家居，保持空气流通，利用光线和色彩，营造愉悦的氛围，来促进身心健康，提升生活质量。人与住宅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，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助力，走向成功和财富。普林斯顿大学曾做过一项研究，他们让2组实验对象分别在整洁和凌乱的环境中完成任务。结果显示，在凌乱环境中的人，专注力明显下降，任务完成效率也大打折扣。这是因为凌乱的环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，各种杂物和杂乱摆放的物品就像无数个小干扰源，不断冲击着人的大脑。人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大脑需要花费更多的能量去筛选和处理信息，从而无法专注于手头的事情。就好比你在一个堆满杂物的房间里想要看书，周围的杂物会不断吸引你的目光，让你很难静下心来阅读。一个整洁的环境能让我们更容易集中精力，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，为创造财富打下基础。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看，整洁的空间对大脑的影响也很关键。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是理性决策区，负责我们的逻辑思维、决策制定等高级认知功能。当处于整洁的环境中，
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会更加活跃，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思考问题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杏仁核则是大脑中的焦虑中枢，负责处理情绪反应，霉味、杂物等会不断刺激杏仁核，引发焦虑和不安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人很容易做出冲动和不理智的决定。相反，整洁的空间能够减少对杏仁核的刺激，让我们保持平静和理智，提升决策能力。就像在一个干净、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，人们更容易保持冷静，处理复杂的工作事务，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，为赚钱创造有利条件。人与居住环境就像一个能量场的两端，相互影响，相互滋养。富人之所以会越来越富，是因为他们懂得一切为我所用。这里的一切就包括住的房子，他们会留意每个细节，巧妙地调动其中的能量来为自己吸引财富。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第一步，从整理开始。一个整洁有序的居住空间不仅能改善视觉感受，更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。所以我们需要定期清理那些不再需要的物品，进行分类归置，尽量让空间变得宽敞起来。很多地方在过年前都有大扫除的习惯，其实也是这个道理。家里的物件有序了，人的心就有序了，财富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你。第二步，空间布置。和整理密切相关的是家中的空间布局。如果你的书桌在床旁边摆着，那你大概率无法在家高效工作和学习，因为界限的模糊会降低你的行动力。所以不管房子大还是小，都要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，尤其是要把工作、学习和休息娱乐的区域划分开来，让空间形成自然过渡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造一个专属区域，比如说工作角、读书角、游戏角，这会极大地提高你的幸福感。有时候看似做的是区分和隔离的动作，但实际上却打通了整个空间的能量，因为清晰会带来平衡，而平衡才是高能量的关键所在。第三步，合理利用光线。光线不仅对营造房子的氛围至关重要，也对人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。充足的自然光能让空间看起来宽敞明亮，人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好。长期拉着窗帘不见阳光，会让人状态低沉，萎靡不振。另外，在室内灯光的选用上，也要因区域而质疑。工作区可以使用能让人保持专注的明亮且稳定的光源，而休息区就可以采用比较柔和的灯光。现在很多人会因为自己整天待在公司搞事业，而忽略了家里的环境布置。然而，只有这个短暂停留的家让你得到了充分的放松，你才会有精力去把事业搞得更加风生水起。第四步，在滋养关系处落脚。黄帝宅经有言，人因宅而立，宅因人得存。
人宅相符，感通天地。因此，房屋能量效应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身上，回到人和人的关系上。如果你是自己住，那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，学会照顾自己，提高独处的质量，让家成为你既可以放松充电，又可以自我成长的空间。这样你的状态就不会差，好的机会也会随之而来。如果你是和家人、伴侣或者室友同住，那家中的人际关系就会直接影响整体的能量流动。你可以通过设计一些家庭活动，比如说一起吃饭、看电影、定期聊天等方式，来营造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家庭氛围，从而在成员间形成一种富足的共振。人们常说，爱总会流向不缺爱的人，能量也是，人的状态顺了，才能接受到宅子带给你的好运。对大部分人来说，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家里度过的，因此让你所处的房屋的正能量为你服务，财运自然也会转到你身边。有缘人，有时候你会不会想，同一栋的人，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？同一座村庄，有的家庭代代兴旺，有的家庭富不过3代。与其反复研究什么风水的学问，相信一些迷信的做法，不如多反思自己的家庭，到底哪些地方把财运堵住了。古人云，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经营一个家庭最好的方式是有舍有的，管理房子也是如此。因而不管房子大小，记住4个地方越空，越能聚财。01，玄关处要有空，留下进出的空间。辞海，中指出，玄关是指道教的入道之门，指道教内敛中的一个突破关口，后来演变成房屋进户门入口的一个区域，也泛指厅堂的外门。从外面走来要进房间，就要经过玄关，这是家对外的第一印象。可是很多家庭喜欢占便宜，把自家的门口做成了玄关，把楼道的空间也借用了，方便了自己，但是妨碍了别人的进出，坏处随之而来。其一，邻居之间因为进出不方便，骂骂咧咧，别人也许不会大声骂，但是在内心诅咒你千百次，经过一次就诅咒一次。其二，就为了小小的空间费尽周折，要是不符合物业的要求，那还得被拆掉，导致财产损失，家庭的形象被毁。其三，脏乱差的门口见证了一句俗语，才不如屋门。因而我们要常常清理门口的东西，不要堆放废品垃圾，也不要抢占公用的空间，推开自己的家门，在进门处也要有空间，便于大家更换鞋子，出入也方便一些。另外，有的房子卧室和客厅之间也有过道，同样要清理干净，避免拥挤不堪。想一想，夜里睡得朦朦胧胧，从卧室出来，撞到了任何东西，
都不是好事。我们堵住了别人，其实也堵住了财神。在传统的习俗里，有一个穷神，看到谁家邋遢就去谁家。为了避免这一现象，因此我们过年都会扫尘。一家人坚持一种思维，与人方便自己，方便对外展示好形象。02待客处要有空，留住好的人脉。在《战国策》中有一个小故事，一个穷女子买不起蜡烛，夜里总是去大户家借光，和大家一起搓麻绳。其他的女子要赶走穷女子，她说：妾已无烛，故常先至，早是不喜。何爱于民之照四壁者，意思是说他知道自己要借光，要麻烦别人，因而每次都会早一点到，把地方清扫干净，又整理了就做的席子，也算是回报了大家。听了这句话，所有的人都改变了态度，决定长期接纳女子的借光行为。古时候还有凿壁借光的故事，并且故事里也有人情味。西汉的一个孩子叫匡衡，家里穷，买不起灯油，因此就凿了墙壁，把隔壁邻居家的灯光引到自家，用于读书。邻居知道情况后没有责罚，而是请匡衡到家里来，和自家的孩子一起读书。一个家庭总是要待客的，能够善待客人，就能够集聚人脉资源。客厅有空就代表整齐干净，让客人随时都可以落座，能够顺利交流，人抬人，人帮人，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太难。03地面处要有空，留住行走的安全。很多家庭地板上随意丢玩具，还有塑料袋，有时候牛奶、小酒、饭菜、开水倒在地上了，也不会及时擦拭，稍有不慎就有人踩到了东西，滑倒了，或者因为走路快了一点点，把地上的东西踢倒了。尤其是有老人的家庭，走路不稳是常态，可能就摔倒，后续的开销肯定是不少的。再说了，一些饭菜也在地上，显然是不卫生的，把青菜、萝卜等直接扔地上，显得主人没有好的生活习惯，也可能因为饭菜不干净引起身体的不适。常常擦拭地板，避免污渍，家人都安全了，那么钱财也自然留住了。04书房处要有空，留下学无止境的精神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这句话很多人都熟悉，可是如何从书本里找到黄金，还是一门技术活，不是家人有了文凭就行了。好的求财方式一定和终生读书有关系，因而我们的书房不能太满，要留下空间，持续容纳新的知识。若是书房很满了，也要清理一些过时的书，已经坏掉的书等，用坏的笔墨纸砚也是要清理出去的。宋代科学家沈括就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写了自己如何整理书房的方法。藏书用云：草香也，
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。把书整理好了，还用七里香，让书变得有清香，远离蛀虫。这也体现了主人有常常翻书的习惯。书房不能成为摆设，而是流动起来，能读书也能换书，还能学以致用。甚至在书房里大家一起交流，读书有取舍，能利用，一辈子都读书，这样的家庭何愁不富呢？每个家庭都希望聚财，但是不是因为你的房子依山傍水，在城里的最好的小区就可以了，更多是注重家庭的布局，给房子添加人文的因素。好的邻里关系，让你生活在福地，得到邻里的照顾；安全的房间，让你减少意外的开支；礼貌的待客方式，让你人脉资源增加，容易遇到贵人；长期读书的习惯，让家人提升认知，找到财富源头。财神是长了眼睛的，总是盯着那些干净整齐、和睦友善的家庭。家是我们共度一生的地方，使我们归途的方向。世人都希望家运亨通，福泽临门，因为家运兴旺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走向。正如古人所说，家运兴旺年年好，家运败落事事衰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任何兴旺发达、人才辈出的家庭，一定都有这5样。一、钱。李商隐在诗中写道：历览前贤国与家，诚由勤俭破由奢，任祖辈留下万贯家财，生了懒惰懈怠之心，没了上进奋发之力，必然会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中一直走下坡路，最后坐吃山空。唯有克勤克俭，保有自律，积极与努力，才能发家旺财，走向昌盛。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女儿准备出嫁时，准备了一个箱子。大婚当日，女儿春梅和丈夫打开箱子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只看到在箱子的最底部写着一个勤字。这对新婚夫妇一时不解其意，沉思过后，方领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。自此，一字嫁妆勤就成了他们持家兴家的座右铭。常言道，一勤天下无难事。即便当下家中一无所有，生活拮据，勤劳肯干的人也一定能走出困境。这世上所有的富足和幸福，无一不是一家人脚踏实地、勤劳努力的结果。和礼记有云：父子笃，兄弟睦，夫妻和，家之肥也。父子之间感情深厚，兄弟之间彼此友爱，夫妻之间恩美和美，一家人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财富自然滚滚而来，家业随之兴旺发达，家和福自生，家庭和睦就是最宝贵的财富。一家人争吵不断，房子再大，车子再好，也不过是一地鸡毛，一家人有说有笑。生活再苦，
日子再累也能过得热气腾腾。三、书。古语云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读书是天下第一等好事，可以打破边界，改变命运。在书本的沉淀中，文化的加持下，一个家往往也会很快风生水起。曾国藩对族中的后辈说：吾不望代代得富贵，但愿代代有秀才。因为发奋读书，曾国藩得以科举及第。他不仅让自己腾飞，平步青云，也让家族跃迁，从朴素农家走向了书香世家。在曾国藩的以身作则和谆谆教诲下，曾氏家族的子弟大多自幼苦读，诗书为业。数百年过去，曾氏家族无一败家子，且代代有人才，延绵不衰。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但它却是通往世界的康庄大道。用书本的厚度提升家庭的高度，就是最优秀的家风。四、孝。劝孝歌中有说：人不孝其亲，不如草与木。生而为人，善待人生的来处，才可以走好余生的归途。孝顺父母长辈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，也是一个家最深的福泽。孟子说：为顺于父母，可以解忧。一个家庭唯有孝道，孝敬父母长辈，方能让家庭蒸蒸日上。24孝中有个孝子名叫姜吉。乱世动荡时，他背着腿脚不便的寡母四处逃难，途中多次遇到盗匪，但见他对母亲一片孝心，都放他们一条生路。进城后，姜格靠着当佣人奉养母亲，自己省吃俭用，对母亲从不吝啬。当地官员听闻此事，举荐他为孝廉，还被皇帝封为谏议大夫。辞官后都年年慰问。五、善。清朝尚书姚文田说：世间数百年旧家，无非积德，富贵传家不过3代，唯有道德传家，才能传承10代以上。内心的善良，德行的厚养，就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。范仲淹年少时曾去求道，他先是问自己以后能不能当宰相，高人说不能，他接着又说道：如果不可以，愿自己日后成为一个良医。高人就问起了原因，他回答道：良相医士，良医医人。这个是范仲淹的志向，也是范家家风的标杆。正心修身，行善积德。正是因为这个家风，范氏家族800年间长盛不衰，成才者无数，几度将要衰落，又重新起家。正所谓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运势或许可以让家庭兴旺一时，但长久的福音往往以善良品行为根本。所以以勤俭持家，和睦齐家，诗书起家，孝道兴家，善良传家，家中必定不负野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
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福泽临门，让美好的德行和福泽不断延续下去。愿你家宅兴旺，愿你财运滚滚，福运临门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